在国殇墓园里，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令人眼热的场景，总是会有心人给每个墓碑前插上菊花或者玫瑰。但鲜花最多的一个墓碑上面写着4个字：无名烈士。是的，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生命会更让我们感到唏嘘。你知道吗？中国还有一个无名英雄墓园。我是孙春龙，一个打扫战场的人。在湖北和湖南交界处有一个地方叫天岳关，岳飞曾派兵在这里把守，可见其位置的重要。抗战时期，武汉沦陷，敌人希望由此南下进攻长沙，92师被紧急调往天岳关，和友军一起守护9岭防线。92师师长名叫梁汉民，广东人。在此前，他刚刚率军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，一个师的编制只剩下一个团。那个时候，国共两党刚刚在湖南衡山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。在此次会议上，诸多将领痛心疾首地说：“我们的将士战死了，曝尸荒野，这让官兵们还怎么打仗？”在此背景下，92师师长梁汉民在驻地天岳关修建无名英雄墓园，并立了近100块写着无名英雄墓的石碑。之所以叫无名英雄墓，是因为在此前的台儿庄和武汉战役中，很多牺牲的士兵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。为了修墓园，梁汉民征集来400多位政要的题字，在当地招募了100多位石匠，将其刻成石碑，并在山顶雕刻了一个军人石像。当地的放牛娃肖石南留下的口述资料说，他曾目睹过修建墓园的情况。有一天，在修建永久亭时，横梁的长条石一直无法铆合，而老匠人刘秀兵重病在身，不能上关。梁汉民特派人用轿子将刘秀兵抬至亭边，经其指点，一举成功。墓园尚在修建时，92师奉命前往广西。在撤防前，梁汉民带着全体军官来到正在修建的墓园。他说：“我们后死者会杀尽敌寇来告慰你们。”是的，那些为阵亡者立碑的人只是后死者而已。说完，梁汉民师长骑上战马，挥师南下，血战傀儡关，创下打死敌人3个大队长的英勇战绩。之后，92师回师潇湘，参加长沙会战、常德会战和长衡会战，并于抗战胜利后在江西九江受降。1991年，身在台湾的梁汉民写信给老家的侄子时说，在抗战中余任92师师长时，先后有12个补充团的新兵调来，每团多则1200人，少亦700多人，个个都是父母最疼爱的儿子，而到了前方参战，大多数为国伤亡。据于回忆，抗战8年中，我军官兵在前线阵亡共达10400多人。想到此种天伦之爱，午夜思之，余不禁潸然泪下也。阵亡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个师的编制。1966年6月，当地公社武装干部何家乾带着一帮人来到天岳关无名英雄墓园，连续打砸7天，将墓园尽毁，剩下的碑石大多被村民拿回家垒了猪圈。历史有太多的无奈，但是也有心人。在打砸现场，有2位年轻人目睹了这一切，一位名叫黎时中，一位名叫欧阳关。20年后，欧阳关担任黄龙林场场长，被毁掉的墓园就在他的林场范围内。他找到已担任县委副书记的黎时中，希望修复无名英雄墓园。他告诉黎时中，你来主持，我来落实，如果你因此坐了牢，我去给你送饭。黎时中没有犹豫，他自己去找钱，找到钱开始招募石匠。因为钱太少，给石匠的费用很低，没有想到周边的100多位石匠应声而来，而且大多是当年修建这个墓园的石匠的后代。项目团队开始挨家挨户收集散落于村民家里的石碑。山顶的主碑“气壮山河”4个字已经被人从中间裁成了8块，有半个字
已经不知所踪。项目组最头疼的是，最重要的墓志铭碑已经残缺不全，没有墓志铭，这个墓地也就没有了灵魂。就在不知所措时，有人提供线索，在天月关山下的一个村子里，有位名叫刘一弥的老人会背出墓志铭的全文。找到刘一弥，他真的全文背了下来，而且他还有一份手抄的全文。刘一弥老师说，他的私塾老师米墨秋在给大家上课时，曾把这墓志铭当作范文。每次上课，老师在教学生朗诵这篇范文时，都会泪流满面。老师告诉他们，对于每一个中国人，这段历史永远不能忘记。1965年，刘一弥偷偷来到墓园，手抄了一份墓志铭。他害怕有一天自己会忘记。没想到1年后，墓园成为废墟。刘一弥把手抄的墓志铭压在箱底，他谨记着老师的教诲，每一个中国人都永远不能忘记这段历史。为了进一步核实资料的真实性，项目组成员找到私塾老师米墨秋的3个学生，3个人全部背了出来，一字不差。2006年，通城县政府再次对天月关无名英雄墓园进行修缮，在重修记里，他们没有回避历史，然惟隔人祸，巍巍陵墓荡然无存。这份对历史的反思和担当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如今已经86岁的黎时中精神矍铄，经常有人告诉他，这是因为你当年为抗战阵亡将士修墓积了德。而当年带人损毁墓园的武装部长，后来得病卧床多年，早早去世。这或许只是巧合，但是善恶终会有报。从湖北通城到天月关大概1个小时的车程。这是一个朴素的墓园，没有恢宏的建筑，没有精美的雕饰，甚至连名字都显得落寞。无名英雄墓。墓园入口处的牌坊2侧是2位持枪站岗的士兵浮雕，线条粗犷，但能看到脸上的坚毅。整个墓园里仅剩下2块有姓名的碑，以及2块刻着无名英雄的碑。在这里原来有多少？有200多座墓，就剩下2个有名字的。2位阵亡将士名叫孙洪基和王化弥。孙洪基是安徽郭阳人，连长，阵亡于9岭阻击战，年仅27岁。他的墓碑有3块，中间是全连官兵所立，右边是师长梁汉民所立，左边的立碑人则是他的妻子段淑珍。这个就是他的老婆顾夫，对，段淑珍。当地人说，孙洪基阵亡后，他的妻子来到这里为丈夫数墓数年，临走时挖开墓地，带走了丈夫的一枚戒指作为惦念。10多年来，有无数志愿者试图找到孙洪基的妻子和家人，几乎把安徽郭阳跑了个遍，但是没有找到一丁点线索。我们多想找到他的妻子和后人，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记。另一位王化弥甚至连籍贯也不知道。8年抗战，92师有10400多位官兵为国捐躯，如今我们只知道这2个找不到家的名字。打仗的时候，有很多士兵连花名册都没有造，就喋血沙场，本来就没有留下多少名字，历史的浩劫又把他们从记忆中抹去。今天找到他们的名字，找回他们的荣耀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。倭寇侵凌，国土沦陷，本师将士负全民之重托，抱杀敌之决心，携命抗日，驰骋辱恶。英雄身死矣，精神振夺寰宇；英雄气绝矣，一列彪炳千古。既终回有托数，后死楷模源于己卯5月，避天月关之阳，见穆勒时，已经忠烈。后死将士能不缅怀壮绩，永负事功，扫荡敌寇，复兴弥足，以为英雄在天之灵者乎？
我们找到了他的帽徽。我爸爸临终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爷爷。你咋了？2年没回家了。